朋友们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江边改造一栋老房子。其实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只是这里被挡住了。同一个村子，这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看，这是当地老百姓收的玉米，放在院坝里面晒干。这栋房子呢，我们每一天都要从它的旁边经过。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宽呢5米左右，都是水泥路面，有点弯曲，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栋房子啊是砖结构的平房，3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那边还有一处偏房。房子的背后呢还有一处偏房，也是他们家的旱厕还有猪圈的所在地。门口呢已经是用水泥做了硬化，整个院坝呢将近宽有60个平方左右。在门口的位置有一根电线杆，还挺高的。这边呢有一条进村的道路，再过去呢就是一块地，之前呢种的是玉米，再过去就是清水江的江面了。门口的视野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和我们正在改造的房子还是有点感觉没有我们那栋房子视野那么好吧。这栋房子的改造呢就比我们那栋房子要简单多了，因为是砖结构的房屋，基本上重新粉刷重新盖瓦就可以了。而且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比较大，但是这样的玻璃估计透光性不太好，甚至有在想这样的窗户给它加宽一些可能会更好。在农村里面建房子，大门呢一般都是6扇，平时打开中间的2扇，其他的是全部锁了，这样子进出是比较方便。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左右，开间呢堂屋是4.5米，两边呢是4米。这边的偏房是非常小的，只有一道门可以进去，在背后呢也是邻居家的房子。我们来了这么久啊，这栋房子一直是没有开过门，房子是没人住的，也不知道他们家是否建了新房。看这边走进去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杂物间，只是把这块位置给利用起来。现在堆放的是一些柴，到冬天呢用来烧火的。旁边的砖结构呢是没有做粉刷，房子里面应该是粉刷过了。现在大门紧闭啊，我们也是无法进去的。其实整个村子啊还是挺大的，通过航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好几十户人家，基本上房子呢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每家每户呢都有独立的小院，基本上也不打围墙。在农村里面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每家人啊都是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进行一些劳作啊，一些活动，也不会去影响别人。像这栋房子啊，旁边就是一条进村的道路，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因为这栋房子的背后呢才是进村的主路，这边靠近河边，基本上是没有邻居了，所以这边的车子是非常少。这栋房子啊，距离城里将近有16公里，距离镇上有7公里左右，交通还是挺便利的。这边呢是土家族聚居地，从这边走过来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偏房。这背后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堆的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有些柴火啊之类的。看，这是冬天烧火的。这边也是
一处偏房，里面呢基本上没啥东西了，而且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已经坏掉了。这个偏房啊，它的背后是很矮的，将近也就1米的高度左右。这一台机器应该是之前干嘛用的？大家有认识的吗？可能是割一些稻草之类的，对不对？这栋房子啊，我听邻居家说，闲置的时间呢，将近也有7、8年了。从它屋顶上的瓦片呢，也可以看得出，房子还是好长时间没有住人啊。没有整理，所以说这栋房子如果需要住人的话，这屋顶上的瓦片呢、顶条还有瓦条呢，都需要给它换掉。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虽然有独立的院子，但是距离邻居也是挺近的。只能找到电话，然后呢，通过和主人家在电话里面联系，看看他究竟什么样的想法，想不想把这栋房子给租出去。这个屋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砖结构的挑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做的，不知道这样子牢不牢固，而且看得出它以前是搭建了木条子，做了一个架子，应该是做简单的一个装修。像那边肯定需要换掉了。一般啊，像农村里面建砖房，它的挑檐位置都需要用钢筋混凝土打出来的，但是这栋房子呢，完全是用木质结构来做这个挑檐，而且这栋房子的前面部分屋顶上的瓦片是凹凸不平，看得出啊，它的领子大部分应该是坏掉了的。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虽然瓦片比较厚啊，但是领子和瓦条都坏掉了。如果要住的话，必须要重新来修这个屋顶了。这旁边啊也有一户人家，基本上都靠得很近。如果喜欢独门独院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这样的一栋房子对于大家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理想，你们觉得呢？这栋房子啊是坐东朝西，到下午算是比较热的。整个村子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一个建造，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是面朝着大河，背靠着大山，这边是西南方向，所以整个村子到了下午还是比较热的。看整个小村子还是非常的漂亮，家家户户呢都是建了小洋楼。以前这边啊大部分也都是木房子，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天气啊，在户外拍视频，车子我都不敢熄火，因为实在太热了。现在我们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江面的景色究竟怎么样。我把车子也开到江边来了。实际上整个村子里面的道路是四通八达的，这边的道路更宽一些，平时我们拉材料都是走这条路，当然每天进村我是走这边更近一些。这里啊都是当地老乡的苞米地，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这栋房子啊距离我们改造房子大概也就200多米，很近的。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平时洗澡的人是比较多的。整个村子啊像这样的码头有4个5个呢。平时
每到傍晚，这边洗澡游泳的人特别多。这几天啊，我们这边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前些天整个江面啊水是非常浑浊的，大概间隔了1个星期左右吧。现在江面的水是越来越清澈了，估计再过2-3天又会回到之前清澈见底。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江里面很多小鱼啊游来游去，对不对？这条江啊叫做清水江，整个这边的江面宽度呢将近有300米左右，深度呢也有20多米。这边是天然形成的一处崖壁，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底下有一座水坝，平时呢会发电，基本上每天都会放水，所以这边的水呢是流动的。这条清水江的上游呢是贵州，到了我们湖南之后就并入了幽水河，最后呢流入了洞庭湖。再过去呢是花园的县城，从花园的县城再下去就到了保定的幽水河。其实啊，整个村子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大家喜欢这样的环境吗？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湘西这边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到这边来玩一玩，看一看。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